接下来呀，我们就来讲《了凡四训》的第一步立命之学。一天早上，袁了凡上山去采草药，一直走了很久，不经意呢，就来到了慈云寺。当他从慈云寺门口路过的时候啊，就看到从寺里面走出来的孔道长了。道长好。这位施主，请留步。从你的面相来看，你有做官的命，而且明年就能考中秀才，为什么不读书呢？袁了凡看孔道长态度诚恳，就把弃学从医的原因告诉了他，而且还问起他的身世来。我姓孔，是云南人，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专讲气数命运的少子黄吉术正传，我得到他的真传。照注定的命数来讲，我应该把这本黄吉术传给你。多谢道长。因此袁了凡就把孔道长请回家暂住，并且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的母亲。道长，请喝茶。好的。母亲，请喝茶。袁老太，恕我直言，你们袁家5代前人丁兴旺，百子千孙，可惜在47年前的春天遇到一场灾劫，只剩下一脉单传。唉。而袁公子的父亲更是英年早逝。唉，孔道长，您真是精通命理呀，连几十年前的惨事都能推算得出来，真像个活神仙呐。过奖过奖，贫道不过是遵照黄吉术所记载的法条定论，自然十分灵验了。孔道长，既然这么精通命数的道理，那就请道长给我儿子也推算推算，看看究竟如何。孩儿遵命。所以我就相信了孔道长的话，重新读书，准备考秀才。而孔道长为我起数算命说呀，我做童生时县考应考第14名，府考应考取第7名，省考应考取第9名。到了第2年，3处考试啊，真的就都考取了，而录取的成绩都不出孔道长所料。因此我就请孔道长为我推算终身的凶吉祸福。他算的结果是说我某年考上了第几名，某年补上了廪生缺，某年做上了贡生，然后某年当上了四川省的一个县长，在任3年半以后便离职回乡。53岁8月14日丑时，也就是半夜2点钟左右，寿终正寝，而且命中没有儿子。父亲，这推算不是错误了吗？如今您已过花甲之年，而且孩儿可是您亲生的呀。哈哈哈，且听我往下说。从此以后啊，凡碰到考试，名次先后，都不出孔道长所料。他还算定，我今生注定需领用
91担5斗的廪生米才能做贡生。但是当我领到71担米的时候呢，上司就为我成文补供，因此我就怀疑孔先生推断的准确性了。没想到结果还是被驳回补供的成文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直到丁卯年，殷秋明宗师在考场看到我的备考试卷，考得很好，不忍心埋没人才，就吩咐县官替我成文，正式升补我为贡生。这个时候计算所领至廪生的米量啊，恰好正是91担5斗米。至此以后呢，我就更加相信了，一个人的进退、功名臣服都是命中注定的，而走运的迟或早也有一定的时候。从此啊，一切就都看淡了，不再去追求了。我说的这些话呀，你要铭记在心。后来呢，我入燕京1年，终日静坐沉思，不说话，也不转动一个念头，直至有一天拜访云谷禅师，我的命运就开始转变了。袁施主，禅师，凡是一个人所以不能成为圣贤，都是因为被杂念和欲望所缠绕。而你静坐了3天3夜，我不曾见你起过一个妄念，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？我的命运都给孔道长算定了，荣辱生死都已有了定数，妄想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豪杰，哪里知道原来你也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！禅师，这话怎么说呢？一个平常人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颗意识心，既然有这一颗不停的妄心在，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所束缚了。既然被阴阳气数所束缚，怎么可以说没有数呢？虽然说数一定有，但是只有平常人才会被数所束缚住。要是一个极善的人，数就束他不住了。因为极善的人，尽管本来命里注定要吃苦，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，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了。而极恶的人，数也拘不住他，因为极恶的人，尽管他本来命里注定要享福，但是如果做了极大的恶事，这大恶事的力量就可以使福变成祸，富贵长寿变成贫贱短命。你20年来的命被孔道长算定了，不曾把数转动1分1毫，反而数把你居住了。一个人会被数居住，那就是凡夫啊。这样看来，你不是凡夫又是什么呢？那一个人的命运能逃得过吗？这命由我自己造，福由我自己求。我造恶就自然折福，我修善就自然得福。从前各种诗书中所说，实在是的的确确、明明白白的好教训。我们佛经里说，一个人要求富贵，就得富贵；要求儿女，就得儿女；要求长寿，
就得长寿。只要做善事，命就拘不住他了。因为说谎话是佛家大戒，哪有佛菩萨乱说假话欺骗人的呢？可是孟子曾经说过，求起来能够得到的，那必须是自己心里可以做得到的事情。譬如仁义道德全是我心里的，我要立志成为一个有仁义道德的人，我自然就成为一个有仁义道德的人。这是尽力去求得的。而功名富贵乃是身外之物，别人肯给我才能够得到，别人不肯给我又怎么样可以求得到呢？孟子的话并没有错，是你解释错了。六祖慧能禅师曾经说过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只要从内心自求，力行仁义道德，自然就能够赢得他人的尊敬，而得到身外的功名富贵。为人若不知反躬内省，从心而求，只顾好高骛远，祈求身外的名利，那就算是用尽心机也是求不到的。我明白了，禅师。谢谢禅师为我解惑。对了，那位孔道长算定你不应该得到功名，也不应该得到儿子，是吗？是的，禅师。如果这就是你的命数，那你应该反省你过去的所作所为，会有什么想法呢？官场中的人都有福相，而我相貌轻薄，又未能积福，加以不耐繁重，度量狭窄，纵情任性，轻言妄谈，自尊自大，这些都是无福之相，又怎么能够得到功名呢？俗话说，地晦多生物，水清常无鱼。我好结成癖，形同孤寡之相，是没有儿子的第一个原因。我脾气暴躁，缺乏养育万物的和气，是没有儿子的第二个原因。仁爱是化育之本，刻薄是不育之因。我一向洁身自爱，不能舍己为人，同情别人，是没有儿子的第三个原因。其他还有多话好气，好酒损精，喜欢彻夜长坐，不知养护元气等等，都是我没有儿子的原因啊。照你这么说，世间上不应该得到的事情还多得很呐，岂止是功名自私之事啊！啊？世上的人是享用财富呢，或者是应该饿死，是取决于个人的心性所造成的。上天只不过因材施教，因势利导而已，并未加丝毫的力量。就像人体的轻重是决定本身的分量，并非磅秤在厚此薄彼，你明白吗？其实传宗接代的事也是一样的，但凭个人的积善厚薄，有百世功德的人就有百世子孙可传，有十世功德的人就有十世子孙来护荫。那些绝嗣无后的人，必定是毫无功德的人啊。孔先生推算你当不了大官，没有儿子，
这是你过去生中造的业，但却是可以改造的。只要你扩充德行，多积阴德，多做善事，则自己所造的福自然会得到好报应的。从此我就醒悟过来，深信云谷禅师的话，将往日的过失在佛前尽情表白忏悔，并做了一篇文章，先祈求能得到功名，还发誓要做3000件善事，以报答天地祖宗养育之恩。云谷禅师拿了功过簿给我看，叫我照着功过格所定的方法去做。所做的事，不论是善是恶，每天都要记下来。善的记在功过格的上面，恶的事情就记在功过格下面。不过做了恶事，还得看恶事的大小，把已经记的功来减除。同时禅师还教我念准提咒。准提咒，稽首皈依，苏悉地，头面顶礼7句止。我今称赞大准提，唯愿慈悲垂加护。画符录的专家说过，不会画符鬼神笑，因为画符跟念咒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在画符的时候，一定要心不动念。到了念头不动，就用笔在纸上点一点，这一点就叫混沌开机。从这点开始，一直到画完整个符，都不起一个妄念，那这道符可就灵验了。好的，禅师。其实不仅画符不可以夹杂念头，凡是祈告上天或者改变命运，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做功夫。多谢禅师，我明白了。孟子讲立命道理的时候说过，短寿和长寿没有分别。乍听之下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他的立论却是十分正确的。试想想，一个人如果能够心处不动欲念的境界，随遇而安，生命自然过得踏实，这样哪里还会有长寿和短寿的分别呢？换句话说，毁誉、穷通、贫富、贵贱，也都只是在心存妄念之后才会有分别。正因为世人心存妄念，不敢面对现实，不能以静心处理顺境，以善心安于逆境，因此生死就变成严重的两面。一切凶吉祸福、毁誉、是非、穷通、贵贱，也就困扰着世人，而心神不安，永无宁日。所以说呀，一个人如果能够修身养性，去恶向善，安于顺逆现实，不动丝毫是非之念，那么命运自然会变好。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是要时时刻刻持念准提咒，念到滚瓜烂熟，有持如无持，无持似有持。念持咒的念头自己都没有感觉的时候，心无杂念，所求的事情自然就灵验了。我明白了，禅师，谢谢禅师为我解惑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就把起初的好学海改为了凡，因为我明白了立命的道理。
不愿意和凡夫一样啊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小心行事，自己也觉得和以前不同了。即使一个人处于暗室之中，也恐怕会得罪天地鬼神，而时加警惕。碰到有人骂我回我，我也都不予计较，淡然处置。到了第2年参加考试，孔道长算定我得第3名，而我呢却考取了第1名。孔道长的推算开始失灵了。到了秋天乡试，我竟然考中了举人，这都不是我命中注定的呀。回想起云谷禅师的话，命运是可以改造的，我就更加相信了。我虽然把过失改了很多，但还是觉得修得很勉强。譬如行善而不彻底，救人而心存疑惑，或者口不择言，又或者平时操持守节，而最后则放荡不羁，将功抵过，形同虚度。因此从乙巳年听了云谷禅师的教训，发愿要做3000件善事，直到乙卯年，经过了10多年，才把3000件善事做完。隔年回到故乡，即到佛堂还愿，并再起了求子的心愿，再许下3000件善事的大愿。到了辛巳年，也就是1年之后啊，你就出生了。我每做一件善事，都用笔记下来。你母亲不会写字，每做一件善事，就用鹅毛管在日历上画一个红圈，比如施舍物品、救济穷人、助人急难、放生等等。有时啊，一天里就做了10几件善事。我们这样继续行善积德，只有2年时间，3000件善事就完成了。我们立刻再到佛堂还愿，并再求中进士的愿望，并许下了做10000件善事的大愿。经过了3年，我就考取了进士，更当上了宝坻县的知县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就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，我叫它治心篇，并且交代看门人每天早晨将它放在办公桌上。我每天所做的善恶事，无论大小，都要一一记录下来。到了晚上，就在庭院里摆了桌子，祈告天地。你母亲见我善事做得不多，就皱着眉头对我说：我从前在家帮你做善事，所以你所许的3000件善事的心愿能够做完。现在你许了做10000件善事的心愿，在衙门里没有什么善事可做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？就在当天晚上啊，我竟然做了一个梦。晚上，袁了凡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自己见到了天神大爷。袁了凡啊，天神大爷，你为何辗转难眠呢？回禀天神大爷，在下曾经许下过做10000件善事的大愿，可是至今未见成效，恐怕在我有生之年都不能够完成这桩心愿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心愿啊，早就已经完成了呀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啊！你是这地方的县长，你曾经下令减收百姓的粮租，就是这件事情，
就能够一事抵万事，功德圆满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原来保底县的田租很高，每亩田需缴2分3厘7毫的租税。我把田租减至1分4厘6毫，可是我听了天神的话，心里仍然有些怀疑。这件事真的可以抵上10000件善事吗？刚好呢，有一位幻鱼禅师从山西的五台山来到宝坻，我就把梦里的事向他请教。他说，只要真诚为善，切实力行，就是1件善事也可以抵得上10000件善事。何况全县减租，万民受福，当然一善可以抵万善了。于是我就捐献薪俸，请禅师回五台山替我预备素菜素饭，请10000个和尚吃饭，以表示我诚心的还愿回向。父亲，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呢？孔道长算我的命到53岁那年应该有灾劫。我虽然没有启天求寿，到了那年也就平安无事的度过了。现在我都已经69岁了。经书上说，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，人的命是没有一定的，人的命没有一定的，是要靠自己造的。这些话一点都不假。所谓人的祸福，其实都是自己求来的，而命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可以改造的。父亲，那我的命究竟怎么样呢？哈哈哈，这个并不重要。就算你命中是应该荣华富贵，也还是要当作不得意来想。就算你碰到顺心得意的时候，也还是要当作不称心来警惕。就算你眼前有吃有穿，也还是要当作没钱用、没房子住去想。就算旁人喜欢你、敬重你，还是要小心谨慎，当作恐惧想。就算你家世代有名声，人人都看重，还是要当作低微去想。就算你学问高深，还是要当作粗浅去想。如果你有这6种想法，道德自然会增进，福报也就自然会增加了。其实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不少，然而他们在这道德上不肯用功去修，事业上也不能用功去做，就只为了因循2个字得过且过，所以才误了一生啊。总的来说，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许多话实在是最精、最深、最直、最正的道理。希望你要细细的研究，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，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过呀。这些你都知道了吗？孩儿知道，感谢父亲的教诲。